红木门紧闭，门头上有个小小的八卦镜，正正的对着我的工位。蓝霄身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，神采奕奕的走向我。安哥，大白天的你在想什么呢？他随意的靠在我的办公桌旁，显得与我关系非凡。同事们对于我和蓝霄之间轻松的相处模式，不免有些羡慕嫉妒。李千雪甚至开玩笑说，蓝总对你真是特别关照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他的话并非无中生有，毕竟蓝霄经常毫不掩饰的偏向我，小恩小惠不断，关键时刻更是坚定的支持我。你是我的前助理，我不帮你帮谁？他总是这么不以为意，理所应当。几年来也有其他公司想挖我，甚至提出更高的薪水，但想到这样和谐的上下级关系难得，我从未动心。但过道旁那个巨大的中型摆件确实是蓝霄让人搬来的，柜子前的动物骨架也是他旅游时淘来的，亲自摆在那儿。至于公司里大大小小的八卦镜，是从董事长在任时就开始的传统，起初大家有些不适应，但后来习惯了，也觉得没什么。关键是公司业绩蒸蒸日上，奖金越来越多，大家又开始觉得这样不错，甚至称赞董事长真神。如果老道长的话是真的，我的周围被刻意布置成了一个阵法。蓝霄对我有什么企图？我的循环死亡是因为这个阵法吗？可我自问平凡无奇，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困惑。鉴于我有无尽的试错机会，我决定还是采取唯一却有效的老办法。当下我起身走到窗边，迅速爬上去，单手扶着窗框，欣赏着蓝霄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。安哥，你疯了！他低吼道，快下来！众人惊呼。蓝霄，你发誓诚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否则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蓝霄脸色苍白，好，你别冲动，我发誓。我直截了当的问，你是不是布了一个阵要我的命？他愣愣的看着我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不是？我又问了一遍。不是。他回过神，立刻大声说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蓝霄想要害安哥性命，就下18层地狱，这样行吗？可你摆在我周围的这些不是天罡阵。他又急又茫然，你说这些摆件你记得吗？有段时间我想跟我父亲学风水，四处去逛风水店，那些都是我那段时间淘来的。但你知道的，我后来放弃了，我根本不懂摆阵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天罡阵。安哥，你先下来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他神情急切，表情诚恳。我一时沉吟，蓝霄的话没错，这几件东西的确是那段时间他集中买的，后来放弃后就再也没买过类似的东西。老道长说阵法会对人产生危害，可我一直健健康康，生活美满，循环死亡也不可能突然因为这个发生，毕竟这些东西摆在这儿也已经2年多了。小心！蓝霄的喊声刚落，我脚一滑，突然想起外窗台上有堆鸟粪，之前也有一次因为踩到摔了下去。我心中想着，那就先死吧，明天再说好了。手腕却被人猛地拽住，我惊讶地抬头，发现蓝霄正伸出一只手臂，死死拽着我。大概因为冲得太猛，他的手背被窗把手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他咬着牙，脸涨得通红。安哥，别放弃，我一定能救你上来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。当天我后来还是死了，但不是坠楼死的。蓝霄真的把我拉了上去，我头一次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，不仅身体陷入了死循环，脑子也是。顾逸胜和蓝霄似乎都有嫌疑，但又似乎都是误会。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，又该怀疑谁。死神却没有停下他的脚步，我的死亡时间依旧一点一点向后挪移。为了避免循环日结束死而无法重生的局面，我又开始了主动跳楼的死法。但人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我在躲避同事原配发疯的刀时，意外摔了一跤，虽然没被砍死，却被摔晕了过去。醒来时已经是晚上7点，我躺在医院的床上，黎千雪在一旁陪着我。她看见我睁开眼，吁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激动地一把抓住他的手，颤声问，我出大厦了，这是哪家医院？你晕了后，蓝总不敢移动你太远，就送到咱们公司楼下这家私立医院，医生检查过了，说你没事。蓝总刚被叫走，警察问他今天公司持刀伤人的事，我木然半晌，手垂落在床上，心灰意冷，所以还是没出大厦。黎千雪正准备说什么，脸色突然变得怪异，她直直地盯着我的左边，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吐出一个字，蛇。我扭头看过去的刹那，被蛇咬住了脖子，还是那条前台快递里爬出来的蛇。我因为昏迷了几个小时，没来得及把它处理掉，没想到它竟然爬到了这里。这条蛇异常毒，我5分钟内必死。黎千雪已经被吓得发不出声了。我熟练的一把捏住7寸，狠狠甩死在地上，免得它再伤人。你的脸变紫了，你中毒了。黎千雪好半天才恢复正常呼吸，立刻指着我的脸道，我快死了，不想看就出去吧。我情绪低落的提醒了一句。他一眨不眨的盯着我，眼见我整个脖子和脸又肿又紫，显然必死无疑。黎千雪的神情忽然变了，悠悠开口，可出去了就看不见你死了。我通体发凉，全身血液愈加凝结。
他愉悦地从自己衣服口袋掏出一张符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以胜，这张符还真有用，说你必死就必死，3万块果然没白花。”我依然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直愣愣盯着他。他冷冷地睥睨着我，抬起自己的手腕，露出那只翡翠玉镯。你是不是期待今天晚上收到这个镯子？可这是以胜买给我的生日礼物啊！他总是小心过头。那天见你去了办公室，猜测你发现了镯子，就又买了个相似品。本来你不死，今晚可能收到那个镯子的。当然，我这个是 A 货，你那个嘛是 C 货。你这种人只配 C 货。降头符是顾二哥从泰国求来的，顾阿姨本来说放你包里，以胜却说要做就要做到万无一失，坚持放在我这里。反正只要我离你不太远，符上写的是你的八字，照样发挥作用。他无奈摇摇头，以胜就是凡事太谨慎了些，你怎么可能发现的了吗？为什么？我撑住最后一丝力气，艰难出声。他笑了，优雅又清冷，像高高在上的女神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该死啊！以胜把我推荐给你时，我已经为他打掉过一个孩子了。我们本来也不想要你的命，可你把钱咬得太紧了。你一个孤煞命，凭什么独吞那么多钱呢？现在我又怀孕了。对了，就是你生日以胜说他临时开会那次有的哦。我第一个孩子因为你白白死了，你赔我一条命，也算公平吧。我闭上眼时，隐约听见蓝霄冲进来，疯狂地喊我的名字，以及黎千雪京剧的哭声。我又睁开了眼。我已经不记得睁开过多少次眼了，每次的心情各不相同，可没有一次像今天如此血液翻涌，差点抑制不住要溢出来，要喷发，要四溅。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又熬大夜了？对面黎千雪蹙眉看着我，一副嫌弃又关心的闺蜜模样。我压抑住内心的冲动，起身往蓝霄办公室走。办公室里，蓝霄笑着对我扬了扬手中的粥，正要说什么，我直接开口堵住了他的嘴。你高中时曾经暗恋过你的历史老师。噗，半个小时后，蓝霄拍案而起。人渣。平静下来后，他问我说吧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定定地看着窗外朝气蓬勃的城市，低声说，我要活着走出这座大厦，我要让那些害我的人一个个付出代价。接下来我每天一睁眼就往蓝霄办公室走，除去每次开始重复不变的自证对话和必要的死亡威胁消除流程，剩下的时间我和他就在办公室里商议筹划。心情不爽时，我就抽空去找一趟黎千雪。第一天他正姿态优雅的补妆，我直接走到他面前，啪啪啪连扇10个巴掌，他懵了好一会儿，发出尖锐叫声。第二天我伪装出羡慕的神情，诱骗他摘下了翡翠镯子，然后使尽全力朝他的头部猛击，镯子应声断裂，他痛苦地捂着头尖叫报警。第3天我将5杯滚烫的开水浇在他的头上。第4天我把那条蛇当作礼物，亲自为他围上。蓝霄侧着头问我，你不嫌他叫得太刺耳吗？我挑了挑眉毛，不会啊，这声音挺适合当复仇的背景音乐。他无奈地摇头笑了。在黎千雪连绵不绝的尖叫和哀嚎中，以及蓝霄的全力协助下，我终于制定出了自己的生存和复仇计划。首先，我需要终结这死亡循环。在一次攻击黎千雪时，我从他口袋里偷出了那张降头符。蓝霄请来的大师检查后说，只要将符上写有生辰八字的人的血滴在符上焚烧即可，这么简单。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解决我无数次痛苦死亡的方法竟然这么简单。蓝霄兴奋地喊道，来，现在就烧了吧。他兴高采烈地拿来打火机，眼睛闪闪发光地递给我。我颤抖着接过，却又放下了。怎么了？不急。蓝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还不急？你还想多死几次吗？我静静地注视着桌上的符，沉默了许久，缓缓说道，我说过我要报仇，这种诡异的事情，法律自然无法制裁他们。而从道德角度来看，顾以胜这么谨慎的人，恐怕早就把证据处理得一干二净。他和黎千雪背着我出轨多年，又计划要我的命，却还能时刻对我呵护备至。我不认为我们的计划能轻易成功。所以你想怎么做？蓝霄双手叉腰，气呼呼地瞪着我。我需要不断尝试，直到确保成功。蓝霄皱着眉头看了我半天。所以你还要继续死？我翻了个白眼。你真会总结。又是新的一天，9点，我给顾以胜打电话。安哥，怎么了？我2分钟后就要进场了，如果不急的话，我们晚上再说。我语气犹豫。我刚刚听了个家庭情感节目，有些感触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先把房子过户给小叔子？不过算了，你先忙，我可能是一时冲动。顾以胜温和地笑了。安哥，这是你给我的结婚纪念日惊喜吗？我确实想今天给你这个惊喜，但婆婆和小叔子不在城里，签字也不方便，只好下次再说了。他顿了一下，笑着说，其实我妈和我弟在城里，他们前2天来看我，我不想影响你，就把他们安排在宾馆，今天下午正打算要走。我又惊讶又感动，以胜，真是难为你了，但还是不行，你要答辩，这个字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签的。该进场了，旁边有人提醒。顾以胜按住电话说了几句，很快轻松的声音传来，答辩委员会临时换人了，我不用参加，看来是天意。安哥，我很高兴你能为我家人做出让步，你的这份纪念日礼物我很感动。我有些犹豫，可我今天在公司走不开，去不了交易中心。他沉吟了一下，其实也没那么麻烦，我把过户同意书和委托书送去你公司，你签个字，剩下的我帮你跑就行了。那你让婆婆和小叔子一起来，我们趁这个机会缓和一下关系。他毫不犹豫，好。
挂掉电话，我轻轻吁了口气，这已经是第3天重复这个对话了，前2天都没进行到这一步。我根据他的反应不断调整话术，以退为进，这次终于让他主动提出来公司。此时此刻，他可能正在给他妈和弟弟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刻从乡下动身往这里赶。对面，黎千雪抿了口咖啡，大大方方地问我：“你要过户房子，不会是为了上学吧？”我抑制住把他手中的咖啡夺过来泼他脸上的冲动，笑着反问：“是啊，你怎么猜到的？”他撇了撇嘴：“现在好多人这样，正常。”中午刚上班，蓝霄走过来，手搭在我肩膀上，动作亲密。我略显慌张地与黎千雪对视一眼，抬头问：“蓝总找我有事？”蓝霄俯身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来我办公室，我等你。”走时还轻轻揉了一下我的后颈，这些小动作都落在黎千雪故作淡定的眼里。蓝霄走后，我为难地对黎千雪说：“蓝总让我汇报工作，我得去一趟。这段时间如果我家人来了，麻烦你带他们到接待室先等一下。”黎千雪爽快地比了个 OK， 小事，不过下回你得请我客。当然，进了蓝霄办公室，他笑盈盈地望着我，怎么样？他信了吗？今天不信，明天也得让他信。我好整以暇地在沙发上坐下，看向墙上电视里的监控画面。10分钟后，黎千雪领着顾以胜以及婆婆和小叔子出现在了招待室画面中。顾以胜进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抬头查看房间各处，隔着屏幕，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与其他3人脸上都带着兴奋和激动不同，他眉目沉静，神色从容，动作却不停。他不慌不忙，一会儿看看屏风后面，一会儿打开柜子，甚至扒开绿植看了看。蓝霄转头问我，前几次的摄像头就是这样被他发现的。我默默点头，这4个人必须为对我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可如果我现在摆脱循环，活着走出这座大厦，未来的日子里要找到证据却难如登天。好在我虽然空间有限，时间却无限，我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优势，没有证据就创造证据。我刻意给这4个人营造了单独相处的环境，只要顾以胜放下戒备，他们自己就会暴露出来。前面4次隐藏起来的摄像头都被顾以胜发现，谨慎至极的他立刻制止了其他3人的对话，什么有用信息也没透露。这一次，摄像头被装在更隐蔽之处，而且我刚才给黎千雪提供了一个她很想分享的话题。屏幕里，黎千雪首先开口：“以胜，这个屋子是没摄像头的，位置又在尽头，外面有人来也能听见，放心。”顾以胜点头：“婆婆喜滋滋地坐下，还是我儿子有办法说通了那个天煞星，现在好了，就算那张符弄不死他，这套房子总归没跑了。”小叔子吃了一声：“妈，那个降头符绝逼有用，可是花了我个3万啊！要我说，今天根本就不用来，反正他一死，他的钱和房子也都是我哥的。”顾以胜淡淡地说：“先过户比较稳妥，他虽然是个孤儿，难保死后不会冒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来。”婆婆点头：“对，他要今天能死就好了，不然还要辛苦你和小雪陪着他演戏。小雪可怀着我家宝贝孙子呢。”黎千雪乖巧摇头：“妈，我倒没什么，无非跟他多说几句话。”以胜才为难，还得跟他睡在一张床上。顾以胜微叹了声，语气温和地说道：“他也算可怜，可惜把钱看得太重了，不然也不至于枉送一条命。哥，你这会儿装什么好人？不是你说他命硬，活着也是祸害，我们这算是做善事吗？”小叔子晃着2郎腿，顾以胜冷冷地看了自己弟弟一眼：“祸害是祸害，可怜是可怜，有问题吗？”小叔子把腿放下：“没有，哥。”婆婆在小叔子头上狠狠拍了一掌：“敢跟你哥这么说话？”黎千雪沉吟半天，忽然开口：“以胜，我怀疑安哥和蓝总有奸情。”“不可能！”顾以胜脱口而出：“一码归一码，你也不必瞎说冤枉他。”黎千雪顿感委屈：“我没有瞎说，安哥就是被蓝总叫到办公室才找我先接待你们的，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看，刚10分钟，他们说不定还没结束。”顾以胜沉声：“你别节外生枝。”婆婆和小叔子却在一旁听得眼睛发亮：“去看看，弄错了就说跟领导认识一下。对，如果真能抓住把柄，说不定他连那笔钱的密码也乖乖说了。是啊，如果房子和钱都有了，那个女人死不死也没关系了。”顾以胜默了2秒，终于起身：“去看一下，你们别闹事。”婆婆和小叔子不顾秘书做作的阻拦，嚷嚷着问候下领导强冲进来时，我和蓝霄以及5、6个中层正端坐在沙发上开会。墙上监控画面清晰可见，有人对着拍摄的手机，还没来得及放下，黎千雪走进来，看见了屏幕，脸色一变。黎千雪惊慌失措地冲进房间，一看到屏幕，脸色骤变。黎千雪，平时看你人模人样，和安总监关系也好，没想到是这种2面3刀的人。视频就是证据，你们就等着恶人恶报吧。黎千雪瞬间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。婆婆依旧尖酸刻薄的争辩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骂人？我儿子可是大学教授，你们胡乱造谣，小心告死你！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蓝霄见状，急忙抽出纸巾，手忙脚乱地递给我：“难过就哭吧，你该哭一场了。”我接过纸巾擦了擦，但眼泪依旧止不住，像决堤的洪水。因为我不是难过，我是开心啊，终于可以不用死了，我今天就能活着走出这座大厦了。顾以胜见我如此伤心痛哭，一步步朝我走来，他嘴唇微动，沉声开口：“
安哥，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。我妈最近精神出了问题，有臆想症，我们都是陪着她演戏而已。那些什么买符害你的事也是假的，不信你看看你包里的符，就是求子符。林小姐也是一片好心，怕我妈受刺激，跟着说说而已。我眼含热泪注视着她，下一秒，啪啪啪，我连扇她3耳光。我动作熟练，毕竟实战很多次了。顾以胜根本来不及躲，脸瞬间红肿了起来。婆婆疯叫着：“贱货，臭婊子，冲过来要撕我！”蓝霄一个闪身挡在我前面，暴躁怒吼：“你们立刻滚出我的公司！”顾以胜一家人是被保安赶出去的，而黎千雪是自己偷摸消失的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刚被赶出公司没多久，就有人把视频发在了网上。未来等待他们的是身败名裂、臭名远扬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蓝霄说，他小小花钱推波助澜了一下，也算帮自己助理出口恶气。我顶着一双还未消肿的眼，嗤笑了一声：“你是顺便帮自己吧？你那几个绯闻女友还不够你造势的啊！”他潇洒地打了个响指，拿起西装外套：“走吧，我陪你。陪我什么？陪你走出大厦。”刚才蓝霄将办公室的人一清空，我就颤抖着拿出了那张降头符，滴血焚烧，眼睁睁看着它一点一点化为灰烬。现在经历无数次生死轮回后，期盼的时刻终于来了。我被蓝霄拉到电梯间，整个人紧张又期待。电梯叮一声，徐徐打开，已过下班点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我踟蹰着，蓝霄冲我笑了笑，率先走了进去。我一咬牙，闭着眼跨了进去。电梯下降，我紧闭双眼，直到蓝霄愉悦的嗓音响起：“出来吧。”睁开眼，他单手按着电梯门，含笑看我，没有坠梯，一切安好，我还活着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我颤抖着跨了出去。高耸宽阔的大堂只有寥寥几个晚走的人，正步履匆匆往外走。走到大门口，我对蓝霄说：“这次我先走。”他笑着说：“好。”停下了脚步。我凝望门外许久，夕阳将世界染成金黄，照着街上的车水马龙，人流穿梭，一片烟火生机。为了这一步，我与死神斗，与宇宙斗，与巫术斗，与人斗。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，我成功了。我微笑着，一步步走出了这座大厦。夕阳余温打在我身上，我眼眶热泪，转身大声地对蓝霄说：“蓝霄，我成功了。”他笑容绽放，却又骤然凝固，脸上露出一丝惊恐的前兆。砰！我没来得及反应，被一股巨大的撞击力压倒在地。有人在那个美丽的黄昏跳楼了，砸死了我。我又睁开了眼，桌上摆着小笼包、豆浆，耳边响起同事早安的声音。我像失了水的鱼，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发出绝望的抽泣声。对面，黎千雪震惊地看着我，脸上这么难看，你是不是又熬大夜了？喉咙找回空气后，我发出尖锐的嘶叫。我度过了极度痛苦又发疯的1个月，陷在绝望、愤恨、无法理解又无能为力的极端情绪里，时而发疯癫狂，时而浑浑噩噩。发疯的时候，我不顾一切地往大厦外面冲。然而，只要一走出大厦门口，不是被重物砸死，就是被车撞死，又或是突发心急猝死，走不出大厦10米。浑浑噩噩的时候，我什么也不干，眼神直直地躺在地上，看着同事们黎千雪、蓝霄、医生来来去去的虚影，沉在大梦一场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只要不出大厦，我就不再遭遇意外死亡，我能平安地活到晚上12点，只不过一睁眼，仍然是同一天的9点。我彻底摆烂了，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屹立微尘，不过是天地浮游，沧海一粟。我竟试图去参破世界隐秘又伟大的运行规律，竟妄图与死神斗，与宇宙斗，何其渺小，何其可笑。我开始平静地接受一切，不再抗争，我已完全臣服。那天，蓝霄依旧意气风发地走了过来：“安哥，大白天你梦游呢？”我笑了笑，世事一场大梦，古来几人觉。他瞪大眼睛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。哟，你年纪轻轻，怎么倒和我爸说一样的话？我淡然，何止，我也想和董事长一样入道了。又自嘲补了一句：“只不过董事长在山里悟道，我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写字间修行了。”蓝霄喷笑：“安哥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说话这么神神叨叨。”对面，黎千雪悠然插了一句嘴：“安哥昨晚又熬大夜了。蓝总，员工这么尽心尽力为公司效劳，你得给他多发点奖金吧。”他说着冲我使了个眼色，很是亲密的样子。蓝霄潇洒又随意地摆了摆手，开玩笑说：“多发奖金算什么？安哥不是嫌公司不好修行吗？回头我给你摆个大天罡阵，把大厦风水化为你写字间风水，工作修行2不误，怎么样？”他说完看向我，脸上笑容爽朗又明快。我缓缓抬头：“你刚说什么阵？大天罡阵？你会摆阵？”“当然，我可出身于风水世家。”我缓缓闭上眼，感觉4至8海里一潭死水的血液忽然加速奔涌沸腾。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个复杂的复仇和命运的故事，主角在意识到自己被利用和陷害后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对抗那些对他造成伤害的人。经过2天的深思熟虑，我决定采取行动。第3天，我通过跑腿服务将一部手机送到了灵泉关，并联系了老道长。通过视频电话，我让他查看了我的写字间，并告知了我的生辰八字。老道长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有些人修行却无道德，他们不知道灾难终将反噬自身。你所在的是一个复杂的阵法，结合了天罡阵、煞气阵和黄土古地阵。你被作为阵星，目的是为了禁锢你的元神。
借助你的气运来滋养这座大厦的风水。我困惑不解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因为你拥有30勾煞的命盘，这是100万分之一的概率。我更加疑惑，既然我的命盘如此不佳，为何还要借用我的气运？老道长叹了口气，他们借用的不是你这一世，而是你未来3世的气运。你的命盘预示着大起大落，所有的气运都累积在未来3世中，加上命盘的加持，能量巨大。我愣住了，那我未来3世的气运被借走会怎么样？老道长没有说话，但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同情。我明白了。第二天，我再次走进蓝霄的办公室，他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说：“你汇报你的，我顺便吃个早餐。”我拿起桌上的水晶石，狠狠地朝他头上砸去。他震惊地看着我，然后缓缓倒下。我在书柜后的暗格里找到了一个金色符纸包裹的木盒，里面放着一张符纸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老道长说，阵法需要阵眼催动，这个阵眼应该位于坤位西南。果然如此，我将符纸烧毁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2张新的符纸，一张写着蓝霄的八字，另一张写着董事长的八字。当年是董事长亲自面试的我，他放弃了其他更优秀的候选人，选择了我。我曾以为他是伯乐，没想到却是恶鬼。当初我差点辞职，是董事长找蓝霄谈话后，蓝霄对我的态度才有所改变。我曾相信蓝霄，但他没有说错，他们本来就不是要我的命，而是要我3世的气运，甚至禁锢我的元神，让我无论生死都无法离开这个阵法。巧的是，顾以胜一家人给我下了降头，一个要我的命，一个禁锢我的元神。我不知道这2者是如何在我身上碰撞、融合、发生作用的，但宇宙给出了一个诡异的结果，我陷入了死亡循环。所以，如果只是停止循环，将死而不复生；如果只是破解死亡，就圈于这座大厦，循环无休，我岂能坐以待毙？第二天，我去了财务部长的办公室，他用眼缝瞥我，宝箱没那么快，再等等。我递给他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个金灿灿的手镯。听说你儿子结婚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他眼睛骤然发亮，太客气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，我想跟你学学财务知识。5天后，我知道了公司另一个账本所在，里面详细记录了这几年偷税漏税、洗钱行贿的全部资金往来。最后一件事就是推演和预演，反复预演。所有的事情都要在1天内同时解决，我必须成功离开，并且不留一丝后患。半个月后，同样朝气蓬勃的早晨，我终于又开始行动了。9点，我给顾以胜拨通了视频电话。9点10分，我叫了跑腿到灵泉寺请符。10点，我拿到了跑腿送回来的3张符纸。10点05分，我趁欣赏黎千雪手镯时，将他口袋里的降头符调换，并直接去洗手间烧掉。10点10分，我走进蓝霄的办公室，开始获得他的信任。11点30分，蓝霄去接待室指挥人换摄像头时，我将书柜上的木盒打开，取出我的八字符纸，将蓝霄和董事长的八字符纸放了进去。12点，我再去卫生间将八字符烧掉。12点30分，财务部长去楼下餐厅吃饭时，我去他办公室偷出了账本。14点，蓝霄笑着过来，举止暧昧的让我去办公室找他。我为难的委托黎千雪帮我接待顾以胜一家人。14点05分，我坐在蓝霄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和蓝霄叫进来的几位中层一起开会。蓝霄装作不经意的打开了电视监控，我们在屏幕里看着黎千雪领着顾以胜一家人走进接待室。15点，婆婆和小叔子和秘书在外面争吵，并强行冲了进来。16点，顾以胜一家人被保安赶了出去，黎千雪一起消失。17点，蓝霄让人将视频传到了网上，并买了热搜。18点，舆论开始发酵，顾以胜疯狂给我打电话。18点30分，蓝霄陪着我走出大厦，我走出了大厦，穿过了车流不息的马路，汇入了这个寻常的周五下班高峰。我尽情地感受着夕阳照在我身上的余晖，贪婪地看着眼前穿梭的每一个人，拿着包的白领，拎着菜的老人，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员，揽着肩叽叽喳喳的学生党，人们行色匆匆，脸上又多多少少洋溢着一股轻松和惬意。是啊，我都快忘了，这是周末，是所有人都期盼了许久的欢乐时光。黄昏，落日，我站在烟火人群中，泪如雨下。蓝霄站在一旁看着我，表情感动又心疼。恭喜你，安哥，你终于走出来了。他眼中带笑，徐徐向我伸出手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请你吃个饭。我慢慢擦干眼泪，平静地注视着他。你听过作恶于人必将反噬其身这句话吗？他挑了挑眉，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我冲他缓缓一笑，嗓音愉悦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有些迫不及待了。”走出大厦的第2天，我向法院提出了离婚。顾以胜满脸痛苦地跪在我面前：“安哥，我对你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因为我妈的议政配合演的一场戏。安哥，事已至此，只有你跟我一起出面解释，才能平息这场风波。配合演戏，黎千雪也是。”我问他，神情急切地连连点头，完全没了平日稳重从容。他感激我给他介绍工作，才答应帮这个忙。我和
他什么事也没有，瞒着你也是不想你误会。我笑出声。所以他2年前为你打掉第1个孩子，现在肚子里又怀着你的第2个孩子，都是为了感激你配合演的一场戏。他脸色惨白，僵在那里，像个石像一动不动，最后终于支撑不住，瘫坐在地上。1周后，顾以胜被大学劝退了，视频在热搜的推波助澜下愈传愈烈，人们对于顾家人如此阴险狠毒的行为义愤填膺，痛加指责，纷纷艾特大学开除顾以胜，不然不足以平民愤。学生们更是全体罢课，斥责他身为物理教授，竟然选择用巫术害自己妻子，这是人性的扭曲，职业的污化，科学的亵渎。顾家人成了过街老鼠，顾母一度跟人展开骂战，后来一次被人看见全身淋满鸡蛋液在大街上跑，躲在家里再也不敢出来。顾家老2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家走了，说和这么狠毒的人在一起，保不齐哪天被害死，他更不配做孩子的爸爸。黎千雪被追求她的男人的原配告到法院，要求偿还夫妻共同财产，大家这才知道，他这2年口口声声嫌有钱人铜臭味，私下没少收人贵重财物。半年后，黎千雪大着肚子嫁给了顾以胜。1年后，黎千雪产后抑郁症发作，对着刚送外卖回来的顾以胜举刀就砍，顾母冲上去阻拦时被划破颈动脉，当场身亡。顾家老2暴怒的要掐死黎千雪，挣扎间双双从5楼坠下，2人命大都没死，却都成了高位截瘫。顾以胜此后要跑1辈子的外卖来养活1个孩子和2个整天躺在床上的残疾人，日日夜夜永不停息。我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一点也不意外，毕竟我当时从黎千雪身上偷出降头符时，又悄悄放进去了1个符，反噬符，做了多少恶就会数倍反噬在自己以及周围人身上。我离婚后也提交了辞呈，蓝霄百般挽留，董事长更是亲自从山里赶回了公司。那天，董事长满脸慈爱地坐在沙发上，蓝霄捧着一束红色玫瑰花，试图向我求婚。我问他：“你喜欢我？”蓝霄笑着向我眨了眨眼：“安哥，这2年我的心思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你想和我一生一世在一起。当然，我笑了，一世会不会太短？难道以下是对原文的改写，旨在增强情感表达和故事的流畅性？你想和我一生一世在一起？”我轻声问道。当然，蓝霄回答得毫不犹豫。我微微一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：“一世会不会太短？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更长远，比如3世？”蓝霄愣住了，他笑着问：“未来3世的事谁能预知？我们过好这一世就足够了。”我轻轻叹了口气，何止3世，6世的命运都能被算出，种下的因，结出的果，这一世的恶行总是要慢慢偿还的。如果1世不够，那就3世。我转向旁边的老人，董事长，他眯起眼睛，脸上原本和蔼的表情逐渐消失。1年后，我在中国澳门的街头偶遇了蓝霄，他衣衫褴褛，蹲在垃圾桶旁吃着盒饭。他的公司因被举报漏税和行贿而破产。之后的1年里，他尝试东山再起，却屡战屡败，家底如同黄河的流沙，一泻千里。不久，董事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。据说他去世时非常痛苦，独自在房间里挣扎，实木地板上留下了深深的指甲印。蓝霄借了一大笔钱来到澳门，希望能通过赌博翻身，结果却输得一败涂地，连家都不敢回。在澳门寒冷的街头，他抬头看见了坐在出租车里的我，激动地扔下饭盒冲过来：“我一直在找你，我爸说只有你能解开我们家的厄运，安哥，求你帮帮我，发发善心。”他哀求道。我靠在车座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当初你们父子俩想要夺取我3世的气运时，怎么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良心？一旦反噬开始，就永远无法改变。他绝望地坐在地上。难道我要一辈子遭受厄运，无法翻身吗？我微笑着对他说：“你错了，不是一辈子，而是3辈子。你们当初布下的阵法是为了夺取我3世的气运，现在反噬回来，也应该持续3世。”他的眼神中逐渐涌出深深的恐惧。我曾问过老道长，如何能让阵法永不失效，即使符纸被烧毁也没关系。老道长回答：“用你的血沾在符上，命格的加持将